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失眠这个话题。失眠是一件非常令人痛苦的事不单单会影响到咱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同时对于咱们的精神上还会造成巨大的折磨。那么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带来了4种方法，相信我，这4种方法总有一种会适合你，而且会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们来看一看这4种方法怎么去做。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按压咱们的劳宫穴。很多人会问劳宫穴在哪里呢？其实非常好找咱们把拳头握拳中指点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中指点的这个位置这一块就是咱们的劳宫穴咱们只需要把手去给它进行一个点压我们把手点压进去，然后呢，就像我一样，点压进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在胸口或者肚子上面，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就是躺在床上也好，或者你睡前按一按也好，都可以，咱们就按着不要动。按进去以后，保持30秒到1分钟，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呼吸渐渐的变慢因为按这里它可以去有效的帮助咱们这个改善睡眠的状态。那么我们之前的视频也讲过，同时评论区有大量的反馈说这个方法很好，不妨去尝试一下。那么第二个位置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呢？神门穴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腕横纹这个附近这里我画圆圈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神门穴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手指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大家注意了，这边你去摸这个位置，你去摸有个小小的骨骼那这个位置我们点进去以后，手腕千万不要去很紧张，我们要把手腕微微的放松弯下来，咱们点进去。点进去以后正好你感觉你的拇指上面正好压着一个小骨头，那么这里就对了。那我们点进去以后也依然是不要动保持住放松神门穴它本来就是一个帮助我们静气凝神的一个穴位，所以这个穴位长按对于我们的这个压力的排解都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所以睡觉前也可以按压神门穴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第3个方法是什么呢？第3个方法就是拍肚子我们拍肚子就是咱们什么呢？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然后呢，我们拿手轻轻的拍拍打的速度和拍打的力度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肚子这里它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咱们在拍打的时候就想象你在哄宝宝睡觉。为什么宝宝你去哄他的时候，一哄他就你不哄他的时候他会玩，你慢慢拍拍他，拍拍他的背拍拍他的头拍拍他的小肚子慢慢就睡着了。因为这3个位置都是我们非常敏感的，我们在自己给自己拍打的时候，其实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小的催眠，同时利用这个敏感性调节了咱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我们快速进入睡眠状态。我们只需要躺好，慢慢的拍，眼睛闭起来，轻轻的，速度不用很快速度一定要渐渐的变慢因为你的速度当你自然变慢以后，证明你开始慢慢就是要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就拍拍肚子，轻轻的拍，这个力量千万不要过重千万不要很快的这样拍，就没有效果了。我们一定要轻轻的、缓慢的、温柔的去拍我们的肚子，那么我们很快慢慢的就会有睡意了，很快就困了。然后第4个方法是什么呢？第4个方法就是我们去摩擦我们的耳朵上方2侧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这个颞骨就是这一块。那么我们顺着这个耳朵上方2侧去摩擦，很轻微的去磨慢慢的磨。要磨到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手在摩擦你头发的时候你的能听见这个摩擦头发那种沙沙的声音这种声音这种波率是非常有益于咱们快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当中的。所以咱们睡觉睡不着或者睡觉前想要快速的让自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咱们就把手在耳朵上面来回的磨一磨同样一定速度要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定要慢，而且要找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咱们就这样慢慢的来回的摩擦这个摩擦它是通过2个原理，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声音，第二个就是去轻抚咱们的这个头皮它可以快速的让我们
就是有困意。所以这4个方法啊是非常好的。那有的人会问说，大伟，你提供了4个方法，我究竟应该选哪一个呢？其实啊，这4个方法它都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所以啊，如果你患有了这个失眠睡不着，那么你可以一个一个来尝试这4个方法，总有一个你是用起来特别顺手特别舒服的。那么这个方法就是针对于你一个人的，那可能其他人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管用了。所以呢，一下带来了4个方法，希望大家好好的把这4个方法就是学会，然后把它保存起来，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睡不着的人可以睡一个好觉，一觉到天亮。那么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都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让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96岁老爷子的养生妙法。这个老爷子我是在公园里面和他认识的。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后来一聊天才发现，原来他已经96岁了，看起来也不过80多岁的样子。这个老爷子身体有点瘦给人感觉就特别的精壮，整个人肾气很足，说话给人感觉重气也非常足，身体是十分的硬朗。但是和他交流聊天才知道，他以前的身体是非常的弱，他的血压非常的不好，不稳定，而且常年都要吃降压药，并且呢，他的脑供血是一直出现问题，去医院做仪器上面的检查，就是显示脑供血不足，整个人身体是各种的小毛病、小麻烦不断。后来没有办法了就找到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给他看，说你这个就是慢性的问题，你想要快速解决很难。这个医生教给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梳头方法，说这个方法可以打开我们身体上99%的经络怎么打开呢？就是通过头顶这么一点大的地方，你只要按照这个医生的方法去梳头，就能让我们的身体经络完全打开。经络一打开，后面的问题慢慢就没有了。这个老人他就去试了他每天都坚持了2到3个月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血压平稳下来了，然后他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壮。而且呢，他现在即便是96岁高龄他的血糖、血压、血脂都非常的好，这都多亏于这一套梳头养生长寿的动作。现在呢，我把这套动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为这个老人点个赞，无私的把这套动作分享出来。同时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照着视频每天去梳头，每天去练，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来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和普通的梳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它的齿头是非常的大，可以更好的去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并且呢，它的对于我们头部的贴合度是非常的好，做起来以后非常顺滑。而且这把梳子非常的结实和耐用，居家备上一把可以说是实用的很。那么现在呢，我来拿这把梳子给大家演示。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我们头上的天门给打开。什么是天门呢？就是指我们的脑门这一块。大家可以看我这一块从中间我们的印堂往上推再加上这个梳子大家看是不是像一个门你看这个形状是不是像个门梳子顺着我们的印堂往上推50到100下你看这个时候推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出这个梳子的好用之处了因为我无论怎么推它这个梳子推起来都不疼，而且感觉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因为它里面是圆润的，所以呢，你能深层的感觉到皮下有一颗一颗像小米粒一样细小的小疙瘩。这些小疙瘩是什么呢？都是我们头上堵着的这个点，但是随着我快速的推这个点慢慢就消散开来了。好了。天门，首先这个门缝先给它推开以后，就要把这个天门给刮开我们左右刮，从这个线往左往右各梳上50下非常的舒服，就这样去梳。你能明显感觉到在梳的过程当中，一些小结节慢慢的就散开来了就是把我们的经络逐渐打通的一个过程就这样去梳左右各50下。做完了以后呢，我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百会给打开，所以第二步叫做推百会，由我们的发际线为一个起点，推到哪呢？推到
脖子后面的啊这个大椎啊，推到脖子后面的大椎，大家看一下啊，来1、2、3、4、5、6、7、8啊，就这样去推。推上50下到100下，这个百会这个点啊非常重要啊，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头部经络网的一个终点。这个点啊，只要给它打开了，你会发现它一层一层的结啊，完全就解开了。所以第2步啊，这个推百会非常重要。我们推的时候啊，从侧面看一下啊，脖子啊稍微往下低一点，所以呢，它推的时候推到哪了？推到我们后面的这个大椎啊，一直往后面刮到大椎，就这样来回反复的刮。动作也是非常简单啊！大家记得这2个动作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点来了，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脖子两侧这2侧啊！你看，我把这个衣服往这边一掀，你能看到这个筋跳出来了吧？看到没有啊？我们要从我们的耳边一直往后刮，把这个筋啊给它刮开啊！你看，1、2、3、4，你看我做的时候，我即便不上油，我的皮肤上面啊没有一点点不适感，而且大家能看出来，我刮的时候很用劲的啊，皮肤上面啊没有任何的一些不适感，不会说你刮的时候很摩擦很疼，你完全不用上油。为什么？这个梳子啊它很圆润很光滑，所以刮起来的时候非常的舒服啊。你看我们啊右侧刮了50下，左侧也一样，从我们耳垂上方这里开始啊，你看这里开始往下1。啊，慢动作2、3、4，往脖子这2根肌干给它刮开，5、6啊，反复这样去做就可以了啊。你只要按照这个顺序，你就会发现我们头上的每一寸角落啊都完全的打开了，而且呢，你的肩颈的通道啊、气血通道也打开了。这些地方只要一打开，你的脑供血量也足了啊，你的状态也变好了，而且能很好的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血压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这一套动作呢，就是这位96岁老人每天必做的一套养生动作，每天耗时5到10分钟，换来的就是身体啊健健康康，越来越强壮。所以呢，这么好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一定要收藏下来，每天打开跟着去练。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一句话啊，在疼痛界流传的非常的广，叫做疼痛会传染。什么意思呢？这个传染不是传染给别人，而是说这个疼痛啊会在体内啊进行一个蔓延。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比如刚开始啊，早期脖子不舒服啊，但是没有影响到生活啊，所以也没有人重视它。慢慢的从这个脖子不舒服啊，变成了肩颈不舒服，再到后面呢，变成了整个后背不舒服，最后啊到腰部都开始变得不舒服了啊。反之，有些人啊从腰部先开始的，最后啊上升到脖子啊，这是为什么呢？从中医和西医2个角度都有解释。那我们先讲西医的啊，从这个运动解剖学上面来说啊，这个人体啊它会存在一个这个代偿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个人体啊想象成一个大的零件，当有一个地方罢工了以后啊，其他的零件就会补上啊，所以呢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了每一块肌肉的张力都变高，每一块筋膜啊都变得非常的紧张。那么从中医角度啊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经络啊堵了。经络堵了，经络不顺畅啊，最后导致了整个后背啊，比如说我们膀胱经啊这一块行走的区域啊，都会变得不舒服，很难受。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种大面积出现的一种疼痛啊、不舒服，我们都必须要通过一种方法来解决，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刺激它。最好的刺激呢，就是靠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就叫做小风车。那么大家来随着镜头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我们首先做一个实验，就是大家把身体坐直以后，低头。仰头，低头，仰头，你看一下这个低头仰头是不是比较费劲啊？那么做完低头仰头以后呢，咱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把我们的手啊交扣在一起啊，像我这样，然后呢举过头，手掌面朝上啊，把它手臂啊伸直，你看伸直，一扣过来以后，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做低头仰头。低头仰头，你会发现啊，明显的会轻松很多。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动作的修正，把你的整个筋骨啊都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肌肉活动啊是最省力的。所以呢，咱们把手啊伸直，手掌朝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去把你的手啊在上面画一个圈啊，你顺时针画一个10圈。
画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转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啊不要这样去转啊，不要这样去转，我们只需要活动我们的手臂去画圈就可以了。你看1、2、3、4啊，我们做4下，反过来再做4下啊，顺时针、逆时针都要做。好，3、4。那么如果很多人后背不舒服或者肩颈不舒服的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你的后背的肌肉在来回的牵动，而且会非常的酸，非常舒服。这种酸是很舒服的啊。你去做一个顺时针10下到15下，逆时针10下到15下，做完以后呢，整个人的精神包括体态包括你的肩颈部都会变得非常的放松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它适合于比如肩颈经常僵硬的我们后背僵硬的平常感觉后背有些发冷气血不足的人群去做。同时，因为活动这个手举起来以后活动，对于我们的肩膀的锻炼也能起到很好的帮助对于一些比如说冻结肩五十肩的人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节目。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降血压的一个方法通过按揉手掌和小臂降血压。那么今天呢，大伟亲自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方法究竟有没有效果能不能让你的血压在不吃药的情况下立马降下来。首先先声明，大伟没有高血压一切都是很正常。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这个穴位呢，让我的血压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首先用的是一个欧姆龙的这个血压计那这个血压计呢，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测试还是比较准确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血压做出来大概是多少我们先把这个拉紧我把它拉得很紧，好，拉好，然后我们把手摆好，把手摆好来按一下开始。这个过程当中我尽量就不讲话了。那现在持续的收紧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高压是132低压是79，脉搏是90。那么这个数据上面来看我是有一些高血压的，血压指数有一些超标。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要分析原因。这个数值为什么高呢？因为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没怎么睡好那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我用这个方法，用我们这个按摩穴位的方法把这个做一下，做完以后我们再测一下首先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方法。那么以这个为中间咱们要画一个圆圈转过来这样转过来，转完以后咱们这边的波动比如说我从内关穴往下延伸一条直线左边的往外拨，右边的往外拨，正常拨一个3到5分钟左右咱们这个血压就能降下来。但是咱们今天像我演示做的时间就比较短，我们来试一下按揉笔盖子掉了，按揉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轻松的咱们就把它揉起来大家可以看我的手就这样揉起来。像我呢一边解说一边给大家做，那么这个效果可能还会打一些折扣。如果大家自己在家做的话，我们把手就放到这边去做，效果会更好揉。那后面我可能要快进一下我就把这个快进，我们正常我就揉1分钟1分钟到1分半钟左右两边你看给它拨开来拨开来，以这个线为中间给它拨开来。你看这个方法是不是很简单？我们自己拨的话就可以这样推只要把它往外推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我的手法，往外推就可以了拨开来再把这个揉你会发现高血压的人
他这个手啊揉起来的时候，血压特别高的时候非常硬啊。当你什么时候感觉手啊变软了，你血啊开始有一种往外这种溢出的那种感觉，手变软了，那这个时候啊血压就降下来了啊，咱们就正常揉啊，正常揉。你看我揉的方法啊，也不是完全按照这个线路去揉的，我也是这样啊，这样去揉啊。好，那我现在就不讲话了，我开始把它降下来。好，我感觉差不多了啊，我感觉差不多了。那我现在要再测试一下，那么我先把这个给套好，还是一样绑紧，手放好，好，手放好，开始了啊！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啊！我要调整一下呼吸，好，开始。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值？111，低压68啊，一样的操作。我全程啊就没有做中间的什么其他东西，一样的操作，高压立马下来了。这个啊，我们不讲其他的，就是用这个自身的实践告诉你这个方法究竟有没有效果，对吧？我大伟分享出来的方法啊，强烈推荐的方法，大家去做，安全第一。啊，肯定是以安全第一，然后其次是见效快，第三个就是这个叫什么简单快捷的啊，没事就这样做做。大伟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分享出去，身边有高血压的人群啊，大家就把它视频推荐给他，让他们一起受益。好，最后大家别忘了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大伟大伟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质视频，帮助大家一起健康起来。